上面这位正在给台下企业家上课的大佬名叫高云峰，是我国最大激光设备厂商大族激光的创始人。此刻他正在向学员传授如何管理外国员工的经验。他称大族在海外有10几家公司，对外国员工一定要严格管理，就像打卡一样，要管到每1分钟。一旦给外国员工放羊，那公司就完蛋了。这段话被传到网上后，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有人反对，说他面由心生，将中式管理移植到了海外，卷全球；也有人赞同，说他是真正懂管理的。外国员工就是欠收拾。你可以不同意他说的话，但是近期在他管理下的大族系表现已经超越了90%的企业。5月27日，大族数控股价冲破300元一股，创下历史最高点，市值狂飙至1480亿元。与1月份相比，这家公司在短短5个月内市值整整膨胀了900亿。换算到高云峰个人持股上，相当于现在他每天净赚1.24亿，真正意义上的日赚一个小目标。那么这个泼天的富贵从何而来呢？从 AI 而来。大族数控1季度财报里清晰的写着，公司营收增长主要系 AI 服务器 PCB 市场专用加工设备的旺盛需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现在全球都在抢建数据中心，数据中心要 AI 服务器， AI 服务器要很多 GPU， PCB 就是生产 GPU 的骨架，而大族激光的设备就是在骨架上打孔的工具。不能说和 AI 联系很紧密吧，反正这波行情给高云峰等到了。去年1到10月，全球 PCB 厂商都在疯抢打孔机，而高云峰以每台近70万的价格卖了4499台。时至今年，疯抢的势头有增无减。大族激光的销售额同比翻了1倍，与英伟达深度绑定的 PCB 工厂如盛虹科技、臻鼎科技都是大族激光的大客户。人们常说互联网没有基业，在一众媒体追捧高云峰之际，他们似乎忘了同样一个人在2019年时被他们追着骂了大半年。近日有媒体发现，大族激光在瑞士买了一块地，计划要建一座高科技研发中心，结果盖了8年后落成的竟然是一家豪华酒店。记者就这个问题采访了高云峰，质问其是不是在拿股民的钱跑到海外给自己建豪华酒店。高云峰当场破防，怒怼记者道：“你是什么角色？你有什么资格来质问我？这是我们自己的资金，我当然有权利做任何经营决策，你管我那么多。”采访录音曝光后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评价道，即使他造出了改变中国制造业的机器，却始终没有能摆正自己作为现代企业治理者的位置。那么高云峰究竟是硬核的技术天才，还是无法管理自己情绪的傲慢暴君？答案或许就藏在他的创业经历中。现年59岁的高云峰出生于吉林，有一种观点认为，东北之所以难出企业家，是因为东北人说话太直，容易得罪人。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对于一些要靠关系才能做的生意确实如此，但是高云峰所在的制造业大部分还是要凭借实力说话，设备技术好，客户会上门抢着买，技术不好送人家都不收的。虽然高云峰继承了东北人性格中的豪爽与口无遮拦，但他确实有真本事。他创业的第一笔投资是靠手搓激光设备赚来的。是的，你没有听错，高云峰能够手搓激光设备。那是1992年，高云峰从北航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南航教书，能够得到全球2大顶级理工院校的认可，证明高云峰并非泛泛之辈。果然入职后不久，高云峰就辞去了教职，毅然南下香港找机会。先是与朋友合伙开了家维修公司，帮广东一带的工厂修设备。久而久之接触到了激光设备。高云峰是学飞行机械出身，激光设备听上去很高级很复杂，但是在他眼里与普通设备没有什么区别，关键是数控系统，把软件调教好了，设备就能跑得好。在某次修理的过程中，高云峰偶然听到客户订的一台德国激光打标机迟迟没有发货，正在抱怨德国人发货速度慢，他便说要不你从我这儿买，我3个月交货。客户将信将疑，给了他40万港元的定金。高云峰立刻回深圳，在华强北租了一间100平的公寓，开启了为期3个月的手搓仙人模式。白天，高云峰在华强北市场采购了各种电路板、排线、不金式电机等元件。晚上回到公寓后，他一个人拿着电烙铁、无万用表和螺丝刀，将这些零件一点点焊接走线，拼装成机床的物理框架和电控系统。组装硬件只是第一步，激光打孔机的真正技术壁垒在软件系统，把电脑里的矢量图变成高速摆动的电信号。高云峰硬是靠自学，一行行敲出了一套激光设备的操控代码，打通了软硬件之间的隔阂。在没有无尘车间、高端光学仪器的情况下，高云峰在出租屋里手搓了一台激光打标机出来，用户验货后非常满意，不仅爽快地支付了尾款，还建议高云峰，你这么有才，不如直接开一家激光设备厂好了。这位客户随后又追加了40万港元作为天使投资，协助他注册了公司。这台在华强北公寓手搓出来的设备，如今作为大族激光001号产品被写进了常识。创业是艰难的，即使大族的激光设备价格仅有进口产品的一半，但是在重阳的思想下，高云峰依旧卖不出几台。1997年临近除夕，工厂还欠着工人的工资，高云峰想，要不跑路吧，反正当时的广东每天都有跑路的老板，不少自己一个。最后理智战胜了逃避的想法，他典当了工厂里唯一值钱的面包车，换了几万块发给工厂回家过年。年关熬过去了，但是销售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痛定思痛后，高云峰决定改变打法，去找温州的纽扣厂合作。当时温州人靠着出口服饰赚得盆满钵满，对于纽扣的需求非常大，但是传统的纽扣用的是模具压印，图案粗糙死板。高云峰便给温州的老板演示
激光设备雕出的图案复杂且精美。温州老板说：“你的设备好是好，但是价格贵，我万一生产出来纽扣卖不出去怎么办？”高云峰拍着胸脯说：“你先免费用，赚了钱再跟我结账好了。”后来为了确保这些纽扣的销路，高云峰甚至自己当起了推销员，带着做好的纽扣向下游服装厂推荐，告诉他用这些激光雕刻的纽扣，你们的服装档次会变高。靠这套创造需求、倒逼采购的策略，大族激光终于打开了销路。但在温州这一个细分市场上，高云峰就狂揽3亿元的销售额，帮助大族走出了最艰难的初创阶段。2004年，大族激光在深交所中小板成功上市，而真正让高云峰和大族激光一战成名的是另一位远在大洋彼岸的暴君乔布斯。2008年，乔布斯为了打造极致轻薄的苹果产品，对于制造工艺提出了近乎变态的要求，传统的机械打磨根本无法满足。高云峰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大族激光成功打入果链，从为 iPad 提供激光打标开始，随后全面覆盖 iPhone 的焊接、切割等核心工艺。伴随着智能手机时代的爆发，苹果的巨额订单不仅让大族激光的营收几何级的飙升，更倒逼着它的精度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高云峰也顺理成章的坐上了国内激光设备首富的宝座。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高云峰就是一个草根逆袭加技术报国的励志样板。然而2019年瑞士酒店事件将他推向了舆论的对立面。从2011年起，大族激光在瑞士筹建了一个欧洲研发运营中心，项目最初预算只有5-5千万元，但经历8年时间，预算竟一路狂飙到了10.5亿元，而且迟迟不完工。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记者实地探访发现，那里根本没有什么高大上的实验室，只有一家正在施工的5星级豪华酒店。舆论瞬间炸锅，高云峰是不是拿股民的钱跑到海外给自己建豪华酒店？当记者就此打电话质问高云峰时，这位东北汉子瞬间破防，脱口而出那句著名的灵魂3问：你是什么角色？你有什么资格来质问我？你管我那么多？一个1000亿市值的上市公司老板，竟然连上市公司的钱不仅是你的，也是全体中小股东的这一个基本常识都不懂，这让他坐实了缺乏现代企业治理精神的恶名。事发后，为了自证清白，高云峰花重金聘请了全球顶级的会计事务所进行专项审计。为什么研发中心会变成酒店？结果令人啼笑皆非。原来大族激光在瑞士买下的地皮包含一座100年旧酒店，受当地严苛的法规限制，必须保留其酒店功能。高云峰低估了欧洲慢节奏的审批、高昂的人工及古建改造的难度，致使预算从5千万飙升至10几亿，历时8年拖成了酒店装修工程。最终面对资本与监管的双重高压，高云峰只能自掏腰包自折损。2020年，他以10.3亿元将这个累计投入11.5亿元的争议项目全资剥离至自己名下的私人公司，由个人为这场投资失误兜底。说到底，高云峰既不是完美的商业领袖，也不是纯粹的资本狂人。撕开所有标签，高云峰本质上还是那个把自己关在华强北出租屋里的手搓仙人。他习惯了掌控一切，他这个人就像他亲手造出来的机器，没有温润圆润的外壳，偶尔会发出刺耳的轰鸣引人侧目，但只要通上一次电，他发出的激光总是极其精准锋利，一次次毫不迟疑的切开时代的风口，凭借硬实力接住了这轮 AI 浪潮带来的泼天富贵。